今天我们来聊聊一项让医学界震惊的发现：糖尿病的祸根究竟是什么？想象一下，被称作甜蜜的杀手的糖尿病，其实一点也不甜蜜，而是一场慢性的健康危机。它可不是只让血糖升高而已，长期高血糖会悄悄损害全身器官，从眼睛、肾脏到心血管系统，引发各种可怕的并发症。例如，高血糖如同粘稠的糖浆在血管中流淌，长期下来侵蚀血管内壁，导致动脉硬化、堵塞，引发中风、冠心病，还会损伤神经和微血管，造成视网膜病变、肾衰竭、糖尿病、足溃疡等问题。目前全球已有超过5亿糖尿病患者，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快速攀升。糖尿病正悄悄地成为现代文明的流行病，许多人甚至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高血糖的不归路。然而，最近有一位日本血糖专家经过58年的临床研究，终于揪出了糖尿病背后的元凶。更令人咋舌的是，他大胆宣称，只要不吃几种特定的食物，血糖竟然可以一辈子保持稳定，远离糖尿病的威胁。这听起来难道不是奇迹吗？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揭开这个谜团。首先，让我们认识这位日本医生的研究背景。这位专家从20世纪中叶开始，花了将近60年的时间，专注于血糖控制和糖尿病的研究。在他漫长的行医岁月中，他目睹过无数患者与糖尿病搏斗的故事。有人明明不怎么吃甜食，却血糖节节攀高；有人天天运动，还是逃不过胰岛素针剂的命运。为什么糖尿病如此狡猾？到底是什么在我们不知不觉中推高了血糖？这位专家决心找出真相。为了达成这个目标，他对数百名患者的饮食状况进行长期追踪，细心记录他们每天吃了什么，以及血糖的变化。他甚至设计实验，让志愿者单独食用各种常见食物，再测量餐后血糖值。白米饭、面包、甜点、水果，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食物，每一样都逃不过他的检验。经过多年累积海量的数据分析，他终于看清了糖尿病的真实祸根，就藏在我们每天的餐桌上。没错，糖尿病的元凶不是别的，正是我们日常饮食中的某些常见食物。许多人以为远离了糖果、蛋糕等明显含糖的甜食就高枕无忧，但事实远非如此。这位日本医师提出，很多看似无害甚至被认为健康的食物，其实暗藏让血糖飙升的陷阱。如果我们长期大量食用这些食物，胰脏负荷越来越重，起初胰岛细胞可能拼命加班，分泌大量胰岛素来应对，但长此以往，胰岛细胞终于不知分泌跟不上身体需要，到那时血糖便全面失控，糖尿病就悄然而至。那么究竟是哪几种食物被这位专家点名为糖尿病的祸根呢？接下来我们一一揭晓。首先被揪出的头号祸根就是精致白米饭。对，您没看错，就是每天饭桌上那碗白花花、香喷喷的白米饭。很多人惊讶，米饭不就是主食吗？怎么会成为罪魁？原因在于白米属于高升糖指数的碳水化合物，吃下一碗白饭，消化后迅速分解成葡萄糖涌入血液。有人亲自做过实验，餐前血糖若是100毫克每分升，吃下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后1小时，血糖竟然飙到超过200毫克每分升。这表示短短时间内血液中的糖浓度翻了1倍，瞬间跨越正常范围，直逼糖尿病患者的水准。医学研究也证实，一碗普通白饭造成的血糖波动相当惊人，甚至媲美吃下一大块蛋糕。特别是白米熬成的稀饭，因为淀粉充分糊化，升血糖速度比干饭还快。长期以白米为主食而缺乏其他纤维搭配的人，餐餐让血糖坐云霄飞车，胰岛素日复一日超负荷工作，自然大大增加罹患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。难怪专家感叹，我们传统餐桌上的白饭其实就是隐形的糖分载体。紧随白米之后的第2大血糖元凶是精致面粉制品，这包括我们常吃的白面条、面包、馒头、蛋糕以及各类以细白面粉制成的食品。精致面粉在制作过程中去除了麸皮和胚芽，营养纤维损失殆尽，只剩下容易消化的淀粉。结果和白饭类似，这些白面制品进入体内后很快分解成葡萄糖，导致血糖猛升。
临床上就有这样的案例，一位中年患者平时很少吃糖果甜食，但天天离不开精白面食，早餐一个大馒头，午餐一碗阳春面，晚餐2碗白米饭，结果血糖依然居高不下。可见只要精致淀粉吃太多，等于一天到晚在给身体灌糖，糖尿病还是会悄悄上门。专家指出，这种长年累月的高碳水饮食习惯正是糖尿病的温床，尤其是面包、蛋糕等糕点，不仅面粉升糖快，还常添加大量砂糖或奶油，更是双重打击。的确，刚出炉的白面包、松软的蛋糕总是香气扑鼻，令人难以抗拒。我们的味蕾也非常享受精致淀粉带来的柔软口感。然而，胰岛细胞可不这么想，它们得拼命分泌胰岛素来应付血糖飙升的局面。时间一长，胰岛功能衰退，血糖再也控制不住，糖尿病也就报到了。第三种被点名的隐藏陷阱，居然是一种天然的甜味食品——蜂蜜。很多人以为蜂蜜是大自然的馈赠，应该比精致白糖健康得多。没错，蜂蜜含有维生素和微量矿物质，但不要忘了，蜂蜜大约有80%是糖分，而且主要是单糖的葡萄糖和果糖。单糖不需要经过复杂消化，可以几乎立刻被小肠吸收入血，所以早晨一杯蜂蜜水是许多人自认的养生秘方。但事实上，喝下一杯蜂蜜水，血糖可能在短短几分钟内蹭蹭往上窜。日本这位专家临床观察发现，一些患者戒掉了可乐和蛋糕，改喝蜂蜜水当养生之道，结果血糖仍然高居不下。他提醒大家，蜂蜜虽好，但对血糖高的人来说仍属危险食物。同样地，很多人迷信所谓的天然糖，例如黑糖、红糖或者果糖浆，觉得它们比白糖健康。然而在人体内，它们终究都是糖分，也都会让血糖飙升。糖就是糖，不管颜色怎么变，名字怎么换，对血糖的影响并无两样。1汤匙蜂蜜所含的糖相当于1汤匙白砂糖的威力。千万不要以为天然的就不伤身，尤其糖尿病人更要慎用蜂蜜，别让它甜甜的诱惑变成血糖失控的噩梦。第4号祸首看起来更无辜，那就是高糖分水果，典型代表为柿子。柿子不是很甜吗？其实正因为柿子甜度温和，许多人低估了它的含糖量。一颗中等大小的柿子，水分之外，剩下的大部分就是糖分。柿子里含有葡萄糖、果糖和蔗糖等多种糖类。有营养师测算过，一颗日本甜柿的糖含量大约20多公克，换算成白糖相当于5小时以上。试想，糖尿病人若是一口气吃下2-3颗柿子，等于吞下10多匙白糖，血糖能不飙高吗？除了柿子，像葡萄干、红枣、桂圆干这类干果含糖更是惊人，一不小心当零食吃，过量更会让血糖雪上加霜。就连一些不太甜的新鲜水果，如释迦、龙眼、荔枝，含糖量也都很高，不宜贪吃。当然，水果富含维生素和纤维并非洪水猛兽，重点在于控制分量，并尽量选择含糖较低的种类，例如番石榴或各种莓果。总而言之，千万别以为水果再怎么吃都健康无害，含糖高的水果过量摄取，同样会让血糖失控。因此，柿子等高糖水果榜上有名，被这位医生列为血糖的隐形陷阱之一。该专家还分享过一桩病例，一位糖友非常喜爱水果，认为果糖天然无害，即使确诊糖尿病后，仍每天豪迈地吃芒果、西瓜等高糖水果，结果糖化血红蛋白，也就是所谓的 HbA1c， 这项反映长期血糖控制的指标始终居高不下，怎么调药都难以达标。由此可见，水果虽好，也得选择低糖品种并控制分量，每次适量品尝才能既获得营养又不伤身。除了以上几种，专家还提醒，含糖饮料也是极大的问题。很多人戒掉了甜食，却每天一杯含糖的手摇饮料或果汁，这些饮品中的糖分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还多。就拿时下流行的珍珠奶茶为例，一杯全糖的珍奶含糖可能超过50公克，相当于10几颗方糖。再看看看似健康的鲜榨果汁，一杯其实浓缩了数颗水果的全部糖分，纤维却被滤掉，
结果喝果汁比直接吃水果更容易使血糖飙升。还有市售的调味奶茶和咖啡，常常添加厚厚的糖浆和奶精，随随便便一杯就含有20-30公克以上的糖。当然，这类明显含糖的饮料早已是糖尿病的大忌，但许多人没有真正重视。专家指出，饮料是现代人摄取隐形糖的一大来源，长期喝含糖饮料，哪怕不吃甜食，也难逃血糖升高的命运。因此，他将含糖饮料也列入黑名单，提醒大家务必戒掉这个习惯。听完了这些容易让血糖升高的食物，您是否感到有些触目惊心？可能有人要问了，难道今后我们只能远离美食，过清汤寡水的日子吗？别担心，其实大自然也提供了不少食疗妙方来帮助我们对抗高血糖。正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我们既然揪出了血糖的几大元凶，接下来就可以对症下药，调整饮食来远离高血糖。除了管住嘴，不让上述那些危险食物过量进入我们的胃，我们还能有什么主动出击的办法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这位日本专家同时也带来了糖尿病人的福音。他指出有5种食物堪称高血糖克星，经常把它们请上餐桌，有助于让血糖乖乖下降并保持稳定。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？赶紧来看看这5大降糖高手都是谁。第一种高血糖克星是苦瓜。苦瓜自古以来就是亚洲民间广为流传的降糖食材，甚至被俗称为植物胰岛素。苦瓜之所以带有苦味，正是因为其中含有丰富的植物化合物，例如苦瓜皂苷等。而研究发现，这些苦涩的成分具有降低血糖的作用。实验证实，苦瓜中的有效物质可以刺激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，提高血糖的利用率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血糖水平。某些统合分析的研究甚至发现，连续食用几周苦瓜，不但空腹血糖下降，就连糖化血红蛋白都有所改善。对血糖偏高的人来说，日常饮食中适当加入苦瓜是非常有益的。不过也要注意，苦瓜性寒味苦，脾胃虚寒者要适量食用，以免过度伤胃。总的来说，苦瓜虽然味道有些苦涩，却是实实在在的高血糖克星之一。想让血糖乖乖听话，不妨学着爱上这青绿的健康良药。第二种高血糖克星是燕麦等高纤谷物。如果白米白面让血糖上窜，那么富含膳食纤维的全谷杂粮就是我们平稳血糖的好朋友。其中燕麦是极受推崇的一种，燕麦的纤维含量特别高，尤其含有一种可溶性纤维，名为贝塔葡聚糖。这种成分进入肠道后会形成凝胶，减缓葡萄糖吸收速度。简单来说，早餐吃一碗燕麦粥，或是用燕麦片取代部分白饭，葡萄糖会慢慢的、稳稳的释放进血液，不会造成血糖尖峰。相较之下，同样是碳水化合物，如果早餐吃白吐司，短时间内血糖就可能飙到很高，随后又迅速下跌，导致容易饥饿和疲倦。而燕麦则让血糖曲线平缓上升，给胰岛素减压。除了燕麦，其他粗粮例如糙米、全麦、薏仁、小米、荞麦等也富含纤维，升糖指数比精白米低得多。适当以这些全谷杂粮替代部分精致主食，可以明显改善餐后血糖反应。难怪专家形容全谷物就像糖尿病人的减震器，能帮助缓冲掉血糖的剧烈波动。想控制血糖的人，不妨从一碗燕麦开始，为自己的胰岛细胞减负。第三种高血糖克星是豆类食物。各种豆子如黄豆、黑豆、红豆、扁豆等，对于稳定血糖大有助益。豆类有几大优点，首先，它们富含植物性蛋白质和复杂碳水化合物，消化速度较慢，不会像白饭那样让血糖迅速攀升。其次，豆类充满膳食纤维，能延缓食物的消化吸收，同时增加饱足感，让人不容易吃过量。再次，豆子里还含有镁、铬等矿物质，这些元素对维持正常的胰岛素作用很重要，有助于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。难怪营养专家常建议糖尿病患者把豆类当作主要蛋白质来源之一，以部分取代白米或面食。比如用红豆或黑豆掺在白米里煮饭，不仅增添风味，还能降低整锅饭的升糖指数。又或者用豆子熬汤、炖菜，既能摄取丰富营养，又不会给血糖带来冲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
大豆制品如豆腐、豆浆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它们保留了黄豆的蛋白和部分纤维，而且低糖、低淀粉，是糖友们的餐桌良伴。总而言之，餐餐有豆，血糖不愁。平凡的厨房明星豆子，却是对抗高血糖的英雄之一。第4种高血糖克星是坚果。别看坚果体积小，对血糖控制的贡献可不小。核桃、杏仁、腰果、开心果等各类坚果富含健康油脂、蛋白质和纤维，几乎不含会让血糖飙升的精致碳水。适量吃些坚果作为点心，不会引起血糖剧烈波动，反而能延缓饥饿，提高饱腹感，避免我们去抓饼干、糖果等高碳水零食。更妙的是，坚果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，让胰岛素更高效地把葡萄糖送入细胞。同时，坚果富含镁、锌、维生素 E 等营养，有益于心血管和代谢健康。研究发现，常吃坚果的人罹患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较低。当然，坚果热量不低，每天抓一小把，大约10几颗杏仁或核桃的摄取量即可，不需要吃太多。把坚果作为加餐或饭后的小点，既满足口腹之欲，又能稳定血糖，可谓一举两得。难怪有人称赞坚果是血糖的守护神。第5种高血糖克星是深海鱼等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。与其说鱼可以降血糖，不如说鱼肉本身几乎不含糖类，在提供营养的同时，也不会使血糖上升。尤其是鲑鱼、青鱼、沙丁鱼等深海鱼，富含 Omega-3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，这种好油脂具有抗发炎作用，长期摄取有助于改善胰岛素抵抗，使血糖更容易被细胞利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像日本、地中海沿岸等传统饮食中鱼类丰富的地区，第2型糖尿病的发病率相对较低，这或许与他们摄入了充足的 Omega-3 鱼油有关。除此之外，鱼类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D 和优质蛋白，蛋白质可以延缓胃排空的速度，避免餐后血糖飙升。把鱼肉当作餐桌上的主菜，用来替代部分红肉或高脂加工食品，对控制血糖和保护心血管都有好处。举例来说，一份烤青鱼搭配青花菜，比起一份糖醋里脊配白饭，更能让餐后血糖平稳，也减少了隐藏的糖分摄入。除了鱼之外，像鸡胸肉、瘦牛肉、蛋类等优质蛋白食物也有相似效果。它们本身碳水含量极低，不会直接让血糖上升，同时提供建造身体和调节代谢所需的原料。总而言之，多吃鱼肉蛋白，少吃精制糖和淀粉，这是不变的控糖法则。鱼儿在水中游，在餐桌上则能帮助我们的血糖风平浪静，堪称糖尿病人的最佳拍档之一。除了选择对的食物，怎么吃也很关键。例如，科学家发现调整进食顺序可以有效减缓血糖上升。如果先吃蔬菜和肉类等富含纤维和蛋白的食物，最后才吃主食淀粉，餐后血糖的峰值会明显降低。原因是纤维和蛋白先在胃里垫底，能够延缓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。同样地，白米饭若放凉变成隔夜饭，里面会产生较多抗性淀粉， GI 值就比刚出锅的热饭低。利用这些小技巧，我们甚至在享用主食的同时，也能把血糖控制得更平稳。许多遵循他建议的患者，经过几个月的饮食调整，血糖指标都有了显著改善。有的人糖化血红蛋白从9以上降到了7左右，有的成功减轻了20公斤体重，甚至血糖恢复正常。在医生指导下，暂时停用了胰岛素。这些令人欣喜的案例充分证明饮食控糖的威力不容小觑。我们可以总结一下，导致血糖飙升的祸根主要藏在习以为常的精致碳水和高糖食物中，而帮助降血糖的则多半是富含纤维、优质蛋白和健康脂肪的天然食材。那位日本血糖专家的研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，也许控制糖尿病并不需要什么奇迹药物，从改变饮食习惯入手就能见到效果。他的建议看似简单，却极其宝贵。远离那些让血糖失控的食物，善用上述5种天然的降糖利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处于糖尿病前期的人数比已确诊糖尿病患者更多。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要下定决心调整饮食与生活作息，
完全有机会将偏高的血糖逆转回正常值，避免糖尿病的发生。长期坚持下来，许多人的血糖将因此变得稳定可控。当然，我们也要提醒，糖尿病的管理是全方位的，除了饮食控制、适度运动，规律作息和配合医生治疗同样不可少。此外，规律运动也是控糖的法宝之一。肌肉活动会消耗血液中的葡萄糖，并改善胰岛素敏感性，有助于降低血糖。但至少在管住嘴这一点上，专家的发现给了我们一条清晰的道路。其实，控制饮食不代表饮食质量下降，只要善于替换食材，我们依然可以吃得丰盛又健康。同样是填饱肚子，白米饭可以换成薏仁饭、糙米饭或加入燕麦煮的多谷饭。想吃点心，可以选择使用代糖烘焙的低糖蛋糕，或者干脆改成嚼一把坚果，几片对血糖友善的水果。口渴了就喝白开水、无糖绿茶，或者在水里加几片柠檬增加风味。另外，营养学者也总结出餐盘法则来帮助我们控糖。每餐盘子的一半剩蔬菜，1/4放优质蛋白，如鱼肉、鸡胸、豆腐等，剩下的1/4才装全谷杂粮主食。按照这样的比例进餐，血糖波动会小很多，营养也更均衡。当健康饮食成为习惯，您的味蕾也会被重新训练。届时再回头尝尝那些过甜的饮料和糕点，您可能会发现它们其实甜得发腻，一点也不好吃呢。试想未来某一天，你我的餐桌主角从精白米面换成燕麦糙米，零食从甜饼干蛋糕换成一把坚果，饮料从含糖饮品换成白开水或无糖茶，再加上一周几次鲜美的鱼料理，以及常把苦瓜和豆类入菜，高血糖是不是就得对我们退避三舍了呢？如此一来，即使到了晚年，我们或许都能保持稳定的血糖，不用担心那个隐形的甜蜜杀手悄悄靠近。糖尿病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对健康隐患的无知与忽视。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糖尿病的祸根藏在哪里，也掌握了击败高血糖的天然武器。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调整饮食，趁早斩断糖尿病的苗头，为自己的长久健康奠定基石。与其将来因糖尿病并发症而后悔莫及，不如从现在开始行动，管住嘴，迈开腿，把血糖控制在该有的位置。健康其实一直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。